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562期迷彩虎军情，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迷彩虎。在一些影视作品中，面对有可能发生的重大战争，经常会看到指挥官发布命令，全军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那么这1级战备究竟代表着什么？今天虎哥就来跟大家聊聊。所谓的战备状态是根据不同的局势变化而采取的相应战备程度。我军主要把战备状态分为4个等级，即1级战备、2级战备、3级战备和4级战备。中国公安消防部队的战备等级则分为经常性战备、2级战备、1级战备。战备由一个等级向另一个等级改变，通常为逐级转换，必要时也可越级转换。一般情况，数字越小，事情越大。4级战备是指国外发生重大突发事件，或者我国周边地区出现重大异常，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稳定带来较大影响。这时，部队要进行战备教育、战备检查之类，加强警戒，严格边境管控。必要时候，军队的4级战备还会直接变成1级战备。3级战备是指周边地区出现重大异常、局势紧张，有可能对国家构成直接军事威胁。这时，部队军官士兵的转业、外出休假等都要被停止和召回。边境部队还要启封一线阵地工事，修订战备法案，进行战前训练，开展后勤装备等各级保障工作。去年某国在边境搞事情，我军在西藏高原上进行针对化演练，就和这种情况差不多。2级战备是指局势恶化，对国家已经构成直接军事威胁，这时部队深入进行战备动员。战备值班人员严守岗位，指挥通信顺畅，严密掌握敌人动向。收拢部队发放战备物资，重要的边防部队按战时满编要求进行战备，军队各种保障抓紧落实等准备。1级战备是所有战备状态中程度最高，也是最严重的一种状态。此时局势已经到了极度紧张时刻，国家之间的战争意味十分明显，箭在弦上，随时发出。部队处于战备状态，城市进入戒严，军队接管治安活动。5级装备全部荷枪实弹，导弹进入发射架。国防部会给所有作战部队、后勤保障部队等部门下达命令，进入随时投入战斗。军人全副武装，随时奔赴前线，战备人员24小时值班等。除此之外，军队还会进行相关的临时备战训练。在这个时候，军工厂也会开始加班加点赶工战斗所需的军用物资。但凡与军工有关的企业，都要根据形势，如有需要，立刻转为战时体制。民用飞机、轮船等也将会被紧急征用为军事用途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社会上一切资源都被充分利用起来，进行战前动员。通信网络也要全天候进行检查维修，1秒钟都不能中断。而且战争爆发的一瞬间，老兵们会被迅速召回，121部队也会全副武装，随时准备开赴前线。据国防部统计的数据显示，中国能在1个星期之内召集退伍军人和121部队达1000万人，可迅速动员3000万民兵、4亿工人及其厂家转为军工生产，比美国人口还多，形成无与伦比的战争能力。请大家微信搜索米粉防务，关注后回复战争动员，继续了解中国的战争动员潜力。因此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，这种战备状态只出现了6次，比如抗美援朝、炮击金门、珍宝岛保卫战、对越反击战，最后2次发生在上个世纪的80、90年代。在为数不多的战备状态下，我军分别揍过曾经的老大哥和那2个不听话的小弟，3大军事强国都没有在咱们这里捞到好处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中苏边境陈兵114万，当时苏联国防部长主张使用核武器，双方濒临战争边缘，进入1级战备，核大战一触即发。对战备等级的划分，每个国家也有所不同。美国国防状态等级分为5级，也是数字越小，事情越大。1级为战争状态，其中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2级状态，当时要求所有作战部队在6小时内做好战斗准备，为准战争状态。911事件时，美国则为3级状态，要求空军15分钟时间做好战斗准备。1级战备状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也不会轻易宣布进入这样的战争级别。军队的战备状态讲完了，再来一款好玩的射击类游戏。单局战斗100人参战，自在于荒野各地，跋涉山峦旷野，探索城镇村郊，超远视距，亲密狙击，各显身手，各自为战。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，搜索迷彩虎军事，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， 大吉大利，今晚一起吃鸡。